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意识和物质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标准答案，那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当然你这么回答的话肯定是没错的啦。在中学考试回答简答题的时候，哪怕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先把这个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物质先怼上去，你总能得到几分。但是呢，咱们这高考都结束这么多年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果你还是只会蹦这几个大词的话，如果让你细说说，你就说不出个所以然呢，那咱们这水平还是停留在中学阶段呀。我记得我在念大学本科的时候啊，我本科念的是商科啊，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啊，在一堂管理学课上，管理学老师分享了一个商业案例，然后点了一个同学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这同学站起来，二话不说，直接张口就来：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这直接把旁边的管理学老师给整不会了。你说这到底是给分还是不给分呢？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小节目就来掰扯掰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我们抛开这些大词来掰扯一些细致的理由啊。确实呢，我们人类的意识现象确实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我们究竟有没有独特的心灵，还是说我们和其他动物或者机器一样，只是一具身体？意识到底有没有一种不同于物质的独立性，还是说意识只是物质世界的一种派生物？如果意识是物质派生的，那么它们又是怎么派生的呢？其实啊，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有一些资料上说啊，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确实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也为回答其他一系列哲学大问题奠定了基础。比如说自由意志问题、强人工智能问题、自我同一性问题以及灵魂不朽问题等等等等。可以说，对这些大问题的探讨呢，最终都需要回归到对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之上。关于这个基本问题呢，我们今天将会介绍7个哲学派别的解答方案，它们分别是实体二元论、同一论、负现象论、行为主义、消除论、功能主义以及属性二元论。当然，由于介绍的派别相对比较多啊，所以本期节目呢大概会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不过即便如此，对于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今天这短短1个小时左右的小节目的介绍肯定是不完备的。今天的介绍呢，只算是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和讨论。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实体二元论的代表笛卡尔出场。说起这个意识和物质关系的问题啊，不得不说啊，这个坑呢，就是由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给挖出来的。我们从中学课本里面就可以知道啊，笛卡尔呢，他是个二元论者。他一方面认为物质是独立自在的实体，另一方面呢，又认为精神也是独立于物质而自在的实体。而这个实体的意思啊，我们简单理解就是独立自在的本质性的东西，它自己就能独立存在，而不依赖于其他东西了。所以呢，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实体呢，就是各自独立，并且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才把这种观点叫做二元论。咱不得不说啊，笛卡尔首先啊，他算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毕竟是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嘛，他不像一些大神那样成天只讲一些神神叨叨的什么灵魂啊、命运啊之类的。这个笛卡尔还是讲科学的。我们要知道啊，在17、18世纪的时候啊，西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啊，由原来的宗教世界观转变成了笛卡尔牛顿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什么意思呢？就是遵从牛顿力学的意思嘛。说白了，也就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没什么神秘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基本粒子在基本作用力下的基本运动。这个世界观是很唯物主义的，这就是笛卡尔当时的世界观啊。这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呢，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面很流行。你要是在朋友圈里面不聊什么机械论，不聊唯物主义，还聊什么柏拉图的理念，聊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感觉就跟你家村里面还没通网似的。那笛卡尔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呢，不仅仅能够解释像石头啊、云彩啊、桌子啊、抹布啊之类的物件，笛卡尔也认为人的身体也没什么神秘的，人的身体就是一部机器，顶多就是一部复杂的机器而已。我们的骨骼啊、血脉啊、经络啊，也都相当于这部机器的部件，这些都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但是下面的问题来了啊，唯物主义虽然能够解释世间万物，甚至能够解释人的身体，但是笛卡尔认为唯独有一种东西啊，是唯物主义解释不了的，那就是人的精神现象，也就是人的意识。为什么唯物主义就解释不了精神现象呢？笛卡尔给的理由啊，颇有现在人工智能学界争论的时候给的理由啊。他就问啊，我们能不能设想，我们制造出一台复杂的机器啊，它能模拟出像人一样的意识吗？笛卡尔认为这显然是做不到的。笛卡尔给了2点理由啊。首先呢，机器做不到拥有人类的语言能力，这机器呢，它只是复读机，你只能预先给它存储好不同的梗，然后呢，它只是复读这些梗，却做不到创造性的玩梗啊。简单说就是这台机器自己很没有梗啊。那第二点呢，
机器呢只能做特定的事情，它不像我们人类那样能够灵活多变的处理不同的事情，对吧？这个 AlphaGo 只会下棋，但不会打扫卫生，更别说段子了。所以说呢，机器模拟不了人类的意识，所以唯物主义解释不了意识现象。当然，你有可能认为笛卡尔那个时代的计算机科学还没有发展出来啊，他这个论证给的有点粗糙。别急，笛卡尔还有一个王牌论证，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啊。这个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的初衷呢，是为了寻找知识的确定性的。笛卡尔就问呢，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东西是确定存在并且经得住怀疑的呢？啊，你说这个杯子是确定存在的啊，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嘛？那可不一定哦。我们都看过电影《黑客帝国》，对不对？很有可能我们就生活在《黑客帝国》的虚拟世界里面，这在逻辑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眼前的世界啊，包括各种东西啊，甚至包括科学知识、数学知识，都是可以被怀疑掉的。但是下面关键来了哦，笛卡尔发现呢，当我用如此彻底的怀疑一切的时候，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这个怀疑本身。因为如果我怀疑我再怀疑的话，这说明我还是在怀疑啊。因此，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那么怀疑就是思考，我怀疑就是我思，就是我在思考。所以呢，我可以没有身体，但是我不可能没有思维，所以我思考，因此我就必然存在。这就是我思故我在啊，我思故我在就是这么来的啊。笛卡尔经过普遍怀疑以后呢，发现这么一个思考者的心灵是不可怀疑的，是真正可靠的东西。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论证呢，就说明心灵是独立于物质而自成一体的。那自此呢，笛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实体，一种是物质实体，它的属性呢是广延啊，广延的意思就是占据空间，有长宽高的意思，简单说也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嘛。那另一种实体呢是心灵实体，它没有广延啊，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属性呢是思考。这两种实体呢，井水不犯河水，各自都是独立实在的。其实啊，咱们说回来啊，笛卡尔的二元论啊，其实也很符合咱们老百姓的常识。这个世界呢，当然它首先是物质的嘛，对吧？这不用多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是有广延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通过物理仪器测量出来的。但是呢，不得不承认的是啊，我们的精神现象也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它看不见摸不着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是有精神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会质问对方说，你究竟是爱我的灵魂，还只是馋我的身子，对吧？这就说明呢，我们的常识都是笛卡尔式的。我们会认为呢，精神是不同于物质的，甚至精神是高于物质的。我们会希望对方是因为我们饱读诗书或者说了一口好段子才爱上我的，而不是看上了我的肉体，或者看上了我 B 站账户里面那1000多枚硬币。好，这就是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的简单介绍。那么在介绍完二元论以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对二元论的批评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每介绍一个派别的思想，我们同时也会介绍一下对这个派别思想的批评。哎，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嘛，其实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吵得都挺厉害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呢，把正的反的都介绍一下，供各位探讨。笛卡尔的这个二元论呢，看上去好像很圆满啊，这个物质的归物质，精神的归精神，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呢，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呢，在一个东西身上就遭遇到了 bug。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人，对吧？我们人就是既有物质性的身体，又有精神性的意识的啊。问题就在于这两种东西是怎么交互的呢？就比如说呢，你端着手机收看咱们这个视频节目啊，这是个物理事件，但是呢，这个物理事件对于你而言啊，却引发出了一个心灵状态。哎，这就是你看到这个节目以后呢，你心里面感到很欢喜，然后呢，这个心灵状态呢，又引发了下一个心灵状态，哎，就是你想要给这个节目呢点赞投币，哎，然后呢，这个心灵状态呢，又引发了下一个物理事件，哎，就是你真的动了手指去点赞投币了。那问题就在于这两步啊，就是一个物理事件是怎么能够引发心灵状态的，以及一个心灵状态是怎么能够引发物理事件的。要知道啊，在物理事件里面啊，是要符合质能守恒定律的呀。就是说呢，这个物理事件里面的因果关系啊，必须闭合在物理世界里面，必须是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能引发另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运动，对不对？你说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状态引发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运动，这亏里笛卡尔还是个科学家呢，您是搁这发功呢？其实啊，心身交互的难题啊，在笛卡尔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笛卡尔有一个读者迷妹啊，是这个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她读了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这本书以后啊，哎，就很迷笛卡尔。但是呢，这个伊丽莎白天资聪颖啊，她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她就写信问笛卡尔，她就问呢，这个人的精神和人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交互的呢？这笛卡尔收到信以后发现，哟，我这个哲学家还有女粉呢，还是个公主，哎，那咱们私聊一下子啊。于是呢，笛卡尔就回信来解答这个问题。起初呢，笛卡尔就回答说啊，这个心灵对身体的影响啊，就类似于这个重力对物体的影响一样。
哎呀，笛卡尔这一期答读者问就挺水的啊，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物理学名词来唬人啊，就跟我们今天有些男的跟女孩聊天总喜欢拽什么量子自旋啊、什么波函数坍缩来唬人一样，把人姑娘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这个伊丽莎白公主哪是无知少女啊，她肯定是不买账的啊。笛卡尔看，哎呦，这个女粉不好糊弄。后来呢，他又回答说，这个精神和物质的交互啊，是发生在人脑中一个叫做松果腺的地方啊。笛卡尔自己还画了一个示意图啊，说这个在这个松果腺里面呢，能够把物质的东西转换成精神的，把精神的转换成物质的。但是呢，这个解答还是很糊弄嘛。你说这个松果腺是物质和精神互相转换的地方，那么它具体是怎么转换的呢？那这个松果腺本身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呢？这就是笛卡尔给后世的哲学家们挖的一个巨大的坑，也就是所谓的心生问题。就是我们心灵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和身体这种物质性的存在是怎么交互的。可以说，日后的心灵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填笛卡尔挖的这个坑啊，也就是在回答伊丽莎白公主对笛卡尔的这个疑问的。其实啊，这个心生问题究其根本，也就是我们说的意识究竟是什么，以及意识和物质关系的问题。心生交互的难题之所以产生，究其根源啊，是笛卡尔非得坚持一种二元论，他非得把意识和物质分开成两种不同的实体。那么要解决心生交互的难题呢，后世哲学家普遍认为，我们必须舍弃二元论，必须回到一元论上去。那么在笛卡尔之前的一元论呢，大多是唯心主义的啊，也就是通过一个什么柏拉图的理念啊、基督教的上帝啊，就把物质和精神统摄的好好的呢。但是到了笛卡尔之后呢，那都是科学革命之后的世界了，唯心主义这条路啊，就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愿意走了。当前主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遵从唯物主义的啊，或者用学界更通用的一个词啊，叫做物理主义啊。物理主义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唯物主义，一种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版本。物理主义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啊，都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能够描述清楚的啊，包括物理学啊、化学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除此以外，如果物理学说不清楚的事儿，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人的意识现象呢，如果用物理主义来描述的话，无非就是用什么脑神经啊、分子啊、原子啊之类的科学语言就能描述清楚的，顶多再加一个量子呗。除此以外啊，就不要整什么神秘兮兮的花活啊，这就是物理主义。好，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既然坚持物理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主张物质决定意识，那么他就要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啊，就是意识这种心灵状态是怎么样由物质性的事物派生出来的，这种派生的机制是什么？好，本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几种物理主义阵营的理论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来填笛卡尔挖的这个坑的。我们先来介绍负现象论。意识和物质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先来介绍唯物主义里面的一种方案啊，那就是负现象论。在解释什么是负现象论之前啊，我们再来捋一下。之前也说了，物理主义者要解决心生交互的难题啊，其实就是要解释意识是一种什么东西，或者说也就来解释啊，我们人类的心灵状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呢，由于你是这个唯物主义阵营的嘛，那你唯物主义来解释人的心灵状态的时候啊，必须在遵循以下两个信条的前提下才能来解释，否则你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嘛，对不对？那这两个信条就是：第一，遵守物理因果的封闭性，对吧？你不能搁这隔空发功嘛，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遵守物质决定意识嘛，也就是说呢，意识是由物质派生出来的产物，也就是用物理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人的意识现象，而不要整什么神秘兮兮的花活儿。好，在遵守这么些个信条的前提下呢，唯物主义要做的功课就是怎么样用物理主义的语言，也就是用科学语言来解释人的心灵状态啊，要把这个心灵状态这个听起来有点神秘兮兮的东西啊，用物理主义的语言给化解掉啊，也就是给等号右边写上物理主义的科学语言能够说得清楚的描述。好，那么负现象论者对什么是心灵状态，等号右边给出的答案就是心灵状态就是物质运动的副现象。什么叫副现象呢？英文就是 byproducts， 就是副产品的意思。就好像火车所产生的烟啊，滚过桌面的台球留下的影子，或者说是新鞋子发出的吱吱声。你们看啊，这个烟、影子和这个吱吱声呢，都是副产品。副产品对系统的运作不发挥任何作用，它们只是伴随性的产物而已啊。我们来画个图来解释一下，就一目了然的呀。就比如说呢，你收看到大问题 Dialectic 这个节目啊，这是个物理事件，然后呢，你的内心感到很欢喜，然后呢，你的大脑里萌生了想要点赞投币的意愿，然后你就动动手，真就点赞投币了。那这些个方框呢，都是物理事件，而这些个圆框呢，都是心灵状态。这个世界上真实发生的只是方框里的物理事件，而圆框里的心灵状态只是副产品。方框引发了圆框，但是圆框就到此为止了，圆框不会再引发后续事件了。所以呢，你给大问题这个节目点赞投币这个事件呢，正确的描述方式是：你看到了这个视频，
这引发你的大脑活动，而这个大脑活动呢，又引发你点赞投币的动作，这些都是物理事件之间的传导关系。你的内心感受到欢喜啊，你想要投币点赞的意愿啊，这些个心灵状态只是副产品，副产品并不会引发下一步的事件了。你们看呢，这个负现象论的方案呢，就避免了打破物理因果封闭性的特异功能式的隔空发功，而且呢，也遵守了物质决定意识的信条。这个负现象论啊，说白了就是你的意识现象啊，都是些没用的精神污染。你以为你成天反思啊、想象啊，对你的真实生活有影响吗？没有的，并不是你先在脑子里面想啊，我该怎么生活，然后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活了。大家扪心自问啊，你的生活哪来那么多反思呢？你每天早晨起床、吃饭、上班、摸鱼，下班谈恋爱、生孩子，你都不是按照生活的惯性该咋活咋活呢吗？你成天胡思乱想，和一个成天什么事情都不想，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的机器人，实际上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你和那个机器人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多出了一些精神污染而已。这就是负现象论。简单总结，人的心灵状态是物质运动的副产品，但它本身却不会引发新的事件了。好，介绍完负现象论，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对它的批评。对负现象论的第一种批评意见就是，这也太反常识了吧？什么心灵状态只是副产品，心灵状态没法引发下一步的事件呢？就比如说你给这个视频点赞投币吧，我们直觉上感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很欢喜这个心灵状态，才引发了点赞投币这个动作的呀。再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你有个女朋友啊，她对你很好，每天等你下班以后给你做香喷喷的晚饭。你负现象论非得说他对你很好，并不是因为他内心对你的爱意，你非得把你女朋友看成是机器人，那这恋爱也没法谈了嘛。当然了，这种仅仅诉诸常识的批评，你要是觉得不够有力的话，还有一种批评呢，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批评的，也就是说，负现象论违反了自然选择的节俭原则。这就是说呢，千百万年以来啊，大自然让我们演化出能够产生心灵状态这么一种大脑的性状啊。你负现象论者居然说这些心灵状态是没用的。要知道啊，我们人脑的能耗是很大的呀，是所有哺乳动物里面能耗最高的。人脑的质量只占整个身体的5%，但能耗却占了20%，其中很大的能耗就是用来进行意识活动的。结果你们负现象论者倒好，说这些能耗都是没用的。那为什么千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要筛选出这么一个没用但是却能耗很大的形状呢？它要真没用的话，难道不早应该被自然选择淘汰了吗？所以这个负现象论呢，它就有点智力上偷懒的嫌疑了。它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填笛卡尔挖的这个坑，就是啊，什么人有心理现象，然后捂住自己眼睛啊，我不看，我当它不存在，我当它只是负现象，然后以此就能保持物理因果的封闭性呢？那这样的话似乎也太省事了吧。好，介绍完负现象论，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案——行为主义。对于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回答，唯物主义阵营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行为主义的解决方案啊。什么叫行为主义呢？就是咱不要扯什么二元论啊，什么物质实体啊，心灵实体啊，什么负现象啊，咱不要扯这些什么本质啊、实体什么的，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预设，扯不清楚啊。你说你有个心灵实体，你倒是掏出来给我看看啊，掏不出来就甭扯这个。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就说那些能够被实际测量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能够被测量的呢？那就是人的行为嘛。简单说，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论事儿不论心，不要扯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事儿说不清楚，我们只看你是怎么做的。所以行为主义对于人的心灵状态的解释就是，心灵状态就等于人的行为倾向。就比如说有人跑过来跟我说，夏老师，我是发自内心的很喜欢你主持的这个大问题节目，每次看到这个节目呢，我的内心都是小鹿乱撞的呢。那我说，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什么叫小鹿乱撞？发自内心的喜欢是有多喜欢？小鹿乱撞是撞出了多少牛顿能力？是能把这个手机屏幕给撞碎吗？这我感受不到你的内心啊！你的内心对我而言是个黑箱啊！你对这个节目的喜欢，要以一种所有人都能测量的方式体现出来。就比如说，你应当把你对这个节目的喜欢翻译成：每当预告更新的时候 ，A 君都会提前设置闹钟，并在收看的时候，心跳速度会比平时高出20%，并且会在打开视频后的5秒钟之内长按点赞按钮，以实现一键3连。那观察到你这么一系列行为操作以后，我就可以说，能看出来你是真挺喜欢这个节目的啊。所以呢，行为主义讲求的是输入和输出，而至于在输入和输出之间经历了什么内心的复杂变化，这在行为主义看来就是个黑箱。这事儿我们不去扯它，我们只看输入和输出两端的物理事件，或者说只看刺激和反应。
这行为主义呢，不预设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实体，主张要把那些不能测量、不可证实的东西都给剔除掉。这就很符合奥卡姆剃刀的精神，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那么在这种逻辑下呢，就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对你很好，每天下班以后呢，都为你做香喷喷的晚饭。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断言你的女朋友其实很爱你的，对吧？就是通过一个人做出的行为，就可以断言他的心灵状态了。那哪怕你的女朋友是个机器人呢，她只要在行为倾向上对你好，那他就是真爱你，对吧？这其实也很符合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提出的图灵测试的精神。这图灵测试呢，就是用来检验一台计算机有没有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测试啊。就是我们不要做那些概念性的界定，不要扯什么这台计算机符合了什么模型，或者用什么先进技术做成的，而是用一种行为主义的方式来界定。就是你和这台计算机呢聊 QQ 啊，聊了半天以后呢，你竟然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台计算机还是真人，那我们就说这台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具有了人类的智能水平。好，这就是行为主义的方案。简单总结。心灵状态等同于行为倾向，我们不要去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实体，这些都是黑箱，我们只看输入和输出两端的物理事件。好，介绍完行为主义，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对它的批评。对行为主义的批评呢，集中在这一点上啊，那就是你们行为主义者把这个心灵状态和行为倾向画了这个等号啊，是不是这话说的太满了？那我们想要反驳你们的话，那只要找出有相应的心灵状态，但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行为倾向，那你们画的这个等号是不是就是错了，对不对？就比如说呢，我们一般人被针扎了一下都会喊疼，脸上呢都会表现出一副痛苦面具。但是问题在于，感受了疼痛就等于痛苦面具吗？我们可以设想有这么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啊，或者就是训练有素的特工吧，你对他刑讯逼供啊，比如说拿针扎他由于受到多年的训练呢，他并不会表现出痛苦面具，他会表现得非常淡定啊，并且面带微笑，欣然面对你那小针针扎他这么一个物理事件啊。但是你能因为他没有表现出痛苦面具，就因此断定他的内心并没有感受到疼痛吗？所以这个行为主义画的这个等号啊，它就有点武断，话说的太满了，对不对？这个归根结底啊，就是他非得把所有的这个心灵状态啊都翻译成行为倾向。但是问题在于，这所有的心灵状态都能翻译得出来吗？对吧？我们在生活中有大量的这种口是心非的场景，对不对？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女朋友的时候啊，那如果有些心灵状态你翻译不出来，你就当人家是黑箱，对其置之不理，还拿奥卡姆剃刀把对方的心思给剔除了，那估计你永远也找不到女朋友了。好，介绍完行为主义，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案——同一论。这个同一论的初衷啊，也是在填笛卡尔挖的那个坑的啊。这个笛卡尔啊，非得坚持一种二元论，然后通过一个什么松果线啊，把物质的东西转化成精神的东西，因此就造成了身体和心灵之间交互的难题。那这个同一论就说呢，我们不要二元论，我们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切的心灵状态都可以还原到物理机制，准确说就是还原到大脑的状态。所以同一论者给等号右边填的答案就是心灵的状态其实就等同于大脑的状态，心灵状态和大脑状态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啊，是同一的啊。这个同一论的同一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同一论啊，其实遵循的就是一种还原论的路数。啥是还原论呢？这个还原论啊，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物理主义的路数啊。就是说呢，一切高阶的心灵状态都可以还原为低阶的物理状态。那这个同一论啊，就是把心灵状态还原为人脑的神经状态。当然，这个同一论啊，也得益于脑科学的发展啊。这个脑科学就告诉我们啊，你的感受啊、想法啊，其实都是你的脑神经网络的一系列放电过程而已。你的每一种心灵状态，其实都对应着某一种特定的脑神经的搭线状态。就比如说呢，你被这个针扎了一下，你的内心感受到疼痛了，嘴上喊了一句啊，我疼。其实啊，按照同一论的还原论的说法啊，这句话应当被翻译成啊，我的脑神经 C 纤维被激发了。那么同一论的这种主张呢，就使得这个理论啊，它就很圆融，它就很好的解决了笛卡尔挖的心神交互难题的坑。就比如说呢，你收看这个视频呢，你的内心感受到了欢喜，然后萌生了想要点赞投币的意愿，然后呢，你就动手点赞投币了。那用同一论来解释呢，其实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对应着一个脑神经状态，一个状态引发了下一个状态啊，甭管这个事件是心灵状态还是物理状态啊，其实都可以还原为你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状态引发了下一个神经状态。那么这种方案呢，就避免了负现象论和行为主义的 bug 啊，就是解释不了心灵状态引发物理状态，因为他们两派啊都不承认心灵状态的实存性，但是同一论就解释得通，因为任何事件的因果关系其实都是脑神经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说是不是就说得通了？好，介绍完同一论，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对它的一些批评。对同一论的批评呢，可以简单归结为两条。第一呢，就是它解释不了意识的主观性。
这怎么说呢？就是同一论有一个努力啊，就是要把所有的心灵状态啊都翻译成通过第三人称视角能够研究的大脑的状态。因为物理主义的自然科学啊是讲究第三人称的嘛，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客观性。但是这种翻译就能够完全说清楚人的心灵状态了吗？它漏掉了人的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意识是具有主观性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能够以第一人称视角直觉式的体验到我们自己是有意识和感受的。这种主观感受啊，有时候很难用语言说得清楚。就比如说啊，疼痛这种主观体验，你把它翻译成什么第三人称的描述的状态，翻译成什么 C 神经纤维被激发了，这就没那味儿了，这就丢失了很多意识的重要特征。所以这种学说呢，它是不完备的。这个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就做了一个思想实验来反驳这种还原论的物理主义啊。他就问，成为一只蝙蝠是怎样一种体验啊？这个问法有点这个知乎题啊。我们知道啊，这个蝙蝠是通过声呐的回声定位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的。蝙蝠通过发出快速高频的尖叫，然后通过回声来感知方位啊。当然了，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可以把一只蝙蝠开膛破肚，研究它身上的声呐系统，搞清楚蝙蝠身体构造的每一个细节。但是问题在于啊，就算你把蝙蝠的物理构造研究的再清楚，你就感受到了成为一只蝙蝠的体验了吗？你就敢到知乎上发帖回答这个问题了吗？你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嘛。所以呢，内格尔认为心灵状态并不完全等同于大脑的状态，同一论是不完备的。那么对同一论的第二种批评意见就是，同一论把心灵状态等同于人的大脑状态，这是一种碳基沙文主义啊。这话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啊，只有人脑这种碳基的材质才能产生出相应的心灵状态。你同一论是不是把这话说得太武断了？难道如果不是人脑的碳基材质，就不会产生出心灵状态了吗？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就拿人工智能来说事儿了，就是说呢，虽然目前我们在技术上还造不出那种能够产生类似于人类心智的计算机啊，但是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请问，如果有这么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也有情感，它也有感受，它说它感受到疼痛了，但是我们能说啊，这台计算机身上并没有什么 C 神经纤维，所以这台人工智能表现出的疼痛就不是疼痛了吗？简单说呢，普特南要攻击同一论的地方就在于啊，就是你同一论把心灵状态死死的绑定在人的大脑状态上，好像只有人脑的这种碳基的脑袋瓜子才能产生出心灵状态一样。那你这话说的就太满了，太武断了，对不对？那心灵状态呢，完全可以由人脑之外的东西来实现啊。当然，这就牵涉到所谓的多重可实现性的问题啊，这到我们后面介绍功能主义的时候还会再做介绍啊。好，介绍完唯物主义的同一论，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另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案——消除论。关于意识和物质关系问题啊，这个消除论也算是一个强硬的物理主义，它可以说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同一论的升级版本，甚至是激进版本。那消除论和同一论相通的地方呢，就是咱们说事儿啊，就用老科学的语言来说事儿，不要说自己疼了，而是要说 C 神经纤维被激发了。那这消除论听起来和同一论没有区别啊？还是有区别的啊。同一论呢是承认有心灵状态的，只不过呢同一论是讲求还原论的，主张把一切心灵状态呢都还原为脑神经的物理活动啊，也就是把我们日常语言中说的什么疼痛啊、感受啊、信念啊、欲望啊、自我啊这些个日常词汇全都还原为脑神经的物理活动。但是呢，消除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些日常语言中说的那些什么疼痛啊、感受啊、信念啊、欲望啊、自我啊这些心灵状态啊，这些日常语言描述的心灵状态都是错觉，而这些错觉根本不对应于任何底层的脑神经状态，它们只是民间心理学的产物。什么叫民间心理学呢？所谓民间心理学啊，也可以把它翻译叫做常识心理学。民间心理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在日常语言中描述心灵状态的那些个词汇啊，就比如说像信念啊、记忆啊、欲望啊、自我啊、理性啊。但是呢，消除论者会问，这些老百姓的说法是科学的吗？什么是信念？什么是自我？你把脑子挖开来能看到这些东西吗？消除论者认为，这些民间心理学里面的绝大多数说法都是错觉，都只是科学知识没学好的产物。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在过去这个巫医流行的时代啊，那时候人们把生病解释为魔鬼附身，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现在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生病呢是由细菌和病毒造成的。那么在现在的人看来，魔鬼附身这种解释显然就是错觉的嘛。同理，那些什么感受啊、信念啊、欲望啊、自我啊，这些个民间心理学的说法，就像当年的巫医把生病等同于魔鬼附身一样，显然也都只是错觉。那消除论认为呢，心灵哲学中之所以长期存在着很多错乱啊、bug 啊以及争论不休的伪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总拿着虚假的民间心理学的词汇来说事儿。所以消除论给出的方案就是，
心灵状态不说等于什么呢？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灵状态啊，只是民间心理学造成的错觉，根本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消除论的主张是要把心灵的种种状态这种民间心理学的产物给消除掉啊。这个所谓的消除论，也就是这个意思。这老百姓聊这些个民间心理学，我们就不说什么了。但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在进行严肃探讨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些常识心理学的词汇，而是需要运用像神经元啊、轴突啊、树突啊、神经传递素啊这些个科学说法来说事儿。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笛卡尔挖下的那些坑，包括什么形成交互啊、什么意识的难题啊，都在哲学上能解决了啊。这就是消除论的方案。好，介绍完消除论的方案，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对消除论的批评。对消除论的第一种批评呢，是站在为常识心理学辩护的角度来批评消除论的，就说呢，你在这个大脑里面没有发现像疼痛啊、欲望啊、自我啊这些个常识心理学对应的东西，就说人家常识心理学是错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说这个物理学呢，除了这个科学物理学，也有民间物理学或者说常识物理学啊。这个科学物理学呢，也就是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那些什么个牛顿物理学啊、相对论啊、量子力学啊，这里面运用的概念呢，都是什么基本作用力啊、夸克啊、量子叠加态啊、引力场啊之类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在日常聊天的时候，并不会聊这些科学物理学的概念啊，而是聊常识物理学的概念啊。什么叫常识物理学的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会说啊，这个东西啊，它很大啊，或者说它很硬，或者说它很软啊，或者说呢，说这个东西啊，它容易碎啊，或者说呢，它那个东西呢，它有点软啊，或者我们还会说啊，说这个肉吃起来有点柴，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这么说，或者说，这个水果呢，吃起来有点面。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平时会用的常识物理学的概念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就是这么用的啊，而且用的很方便、很有效啊。你不能说这些常识物理学的概念不如教科书里面的更科学，所以我说这肉吃起来有点柴，这么说就是非法的，对不对？这是对消除论的一种批评啊。当然还有一种批评啊，和同一论一样，消除论呢，它也主张把一切对意识的描述都翻译成第三人称的描述，因而也就解释不了意识的主观性啊。这是对所有物理主义都奏效的批评啊。关于这个意识主观性角度的批评啊，咱们之前在批评同一论的时候就提到了内格尔的蝙蝠这么一个思想实验了。在这里呢，我们再介绍一个思想实验啊，也是用来批评物理主义解释不了意识主观性的。这个为了指出物理主义的不完备性啊，这个各路学者真是脑洞大开，想出了各种奇奇怪怪设定的思想实验。那这里要介绍的思想实验呢，是由哲学家弗兰克·杰克森提出的，名叫黑白玛丽屋论证。就说有一个名叫玛丽的姑娘呢，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屋子里边，这个屋子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黑白的啊。这个屋子里面的电视机呢是黑白电视机，这个屋子里面所有书籍也都是黑白印刷的。而且呢，这个玛丽从小也被戴了一副特殊的隐形眼镜，就算玛丽看自己的皮肤呢，她也会被转换成黑白的。总之啊，这个玛丽从小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黑白的。不过呢，这个玛丽从小也在这个黑白屋子里面呢，学习了关于颜色的各种知识啊，什么这个颜色的波长啊，这个人的眼睛怎么接受各种波长啊，等等这种关于颜色的知识呢，玛丽都非常熟悉，以至于玛丽参加了关于颜色的科学考试，玛丽都对答如流，得到很高的分数。可以说，玛丽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色彩科学家了。好，那么下面的问题来了啊。这个从未见过色彩的色彩科学家玛丽，如果有一天我们摘掉了她的隐形眼镜，打开了黑白屋子的门，让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当玛丽看到大自然中这些鲜活的颜色的时候，她会不会发出惊叹？她会不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句 "Oh my God" 或者"我"？只要玛丽说出一句"我"，那么物理主义就是不完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如果物理主义的第三人称的描述是完备的话，那么作为色彩科学家的玛丽的反应当是，嗨，这些颜色啊，我从小在教科书里面都学会了。这感觉就像是一种这个博士生看到小学生考卷时候应当有的淡定的态度，对不对？那他干嘛要发出惊叹呢？对不对？他只要发出惊叹，就说明你物理主义的第三人称的描述，哪怕描述的再详尽再科学，都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意识的体验，因为意识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主观性，这是物理主义的第三人称描述解释不清楚的。当然啊，攻击物理主义的思想实验还会有很多啊，我们后面还会再介绍啊。好，介绍完消除论呢，下面我们来介绍另一种意识和物质关系的解决方案——功能主义。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新生问题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
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说起这个功能主义啊，可以说这种学说是目前心灵哲学界的一个主流学说啊。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简单粗暴啊，因为目前的心灵哲学呢也在不断的争论和发展之中，功能主义呢现在也有了很多发展和变种。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立场。那功能主义是怎么来回应意识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呢？功能主义给这个等号右边填的答案呢，顾名思义就是功能状态，心灵状态呢就等于功能状态。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说意识是由物质派生出来的，那它是怎么派生出来的？典型的物理主义对此的回答就比如说同一论吧，他就说意识就是人脑的机能啊，就是大脑的状态。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我们之前介绍同一论的时候也指出过这种批评啊，是不是非得有人脑这种碳基的材质的脑袋瓜子才能产生意识啊？那换种材质就不行了？那同一论肯定是认为是不行的，必须是有人脑这种材质才行。而功能主义则会说，要实现一种功能啊，你底层用什么样的物质材质啊，是可以多重选择的。意识和物质并非是这种被死绑定的关系。人的意识呢，其实就是一种功能状态。要实现这种功能状态啊，也并不一定非得由人脑这种碳基的脑袋瓜子啊，对不对？那其他材质经过适当的组装和排列组合，也是能够实现意识这种功能的。这其实也就相当于啊，你要实现咬东西这种功能啊，甭管是什么烤瓷做的假牙还是金属做的假牙，不都是一样用吗？这就是功能主义讲求的多重可实现性，或者叫做机制中立性。其实啊，功能主义在20世纪能够迅速发展啊，得益于另一门学科的发展，那就是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就为我们考察人的意识问题以及心生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物。你们想啊，计算机分为硬件材料和软件程序，那我们人类的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就好比是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的关系，对不对？好，我们回到刚刚说的多重可实现性的概念啊。我们想啊，这个计算机是不是满足了多重可实现性？为了实现某一种特定的程序啊，也并不一定非得由目前通用的这种晶体管材料的 CPU 才能实现啊。我们想啊，这计算机的发展史也是历经了不同硬件材料的。那最早的计算机呢，是由查尔斯·巴比奇设计的计算机啊，我们把它叫做巴比奇机。巴比奇的硬件呢，就是由像黄铜齿轮啊、气缸啊、控制杆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械小装置组成的。那这种巴比奇机如果装配完好的话，它完全可以执行今天计算机能执行的程序啊，就比如说打一局吃鸡的游戏啊。当然了，这种能打吃鸡游戏的巴比奇机，它可能体积超级巨大，但是理论上它是可以打一局吃鸡游戏的。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可以再更新一下功能主义的公式：心灵状态等于功能。那如果我们是抱着一种把人类心智看作是计算机程序的机器功能主义的立场的话，心灵状态其实也就等于程序。我们的意识呢，就相当于计算机程序，而我们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就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啊。虽然实现人的意识这种程序呢，它必须是依赖于物质硬件的啊。用心灵哲学的术语说，就是意识是随附于物质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底层的物质的话，那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但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被死绑定的，而是可多重实现的。就好比同样的软件是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的，那人的意识也并不一定非得由碳基的人脑才能实现啊。一种制造非常精密的机器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实现人类智能的，对吧？所以呢，功能主义就为一种强人工智能的可行性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什么叫强人工智能呢？简单理解就是达到了人类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其实也就是通过了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另外呢，功能主义也为意识上传奠定了理论可能性，对吧？同样的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你不可能在这台电脑上玩吃鸡，里面的 AK47一扣扳机是正面发出子弹，你换台电脑以后，这 AK47就反面发出子弹了，这不可能，对不对？软件你的程序无论在哪台硬件上运行，都是同样的功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比如说你现在已经7老80了，感觉自己的身体日益老化，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个意识上传手术，把自己的意识提取出来，然后下载到一个更为年轻的身体里，你的感知啊、记忆啊、欲求啊，这些软件还是和原来一样的，你的生命体验在新的硬件上得到了延续。在这个意义上，你完全可以通过意识上传而实现永生啊。当然，这个实现永生可能有点科幻啊，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总之，功能主义的关键词就是多重可实现性。意识呢，就相当于软件程序，而大脑呢，就相当于硬件。意识虽然是随附于物质的，但人的意识是可以多重实现的。好，简单介绍完功能主义，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对功能主义的批评。
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呢，集中在这一点上啊，就是你功能主义讲求心灵等于功能，那批评者还是那个套路啊，就是说你功能主义者是不是又把话说得太满了啊？只要实现了相应的功能，就算是具有一种心灵状态了。那批评者就会找反例嘛，就是实现了某种功能状态，但是没有任何心灵状态。那出于这一点的批评呢，其实也就是对强人工智能的批评，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它能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它却没有人类这样的心灵状态。那么对这种强人工智能的批评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思想实验，那就是中文屋思想实验。它的提出者是哲学家约翰塞尔。这个塞尔呢是一个美国人啊，对于讲英语的美国人来说啊，这个中文啊完全就是乱码，完全看不懂。你如果把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关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屋外呢有一帮中国人通过在门缝下面塞字条的方式和屋里的美国人进行交流啊。当然了，这个屋里的美国人是完全看不懂字条上的汉字的了。不过呢，在这个小黑屋里面啊，有一大筐已经写着汉字的字条，并且呢，这些字条都已经被编好号了啊。而且呢，这屋里面呢还有一大本用英文写的规则书啊。这个规则书上写的什么规则呢？就比如说，如果屋外塞进来1437号汉字，加上2486号汉字，加上94号汉字，加上532号汉字，那么就塞回去这样组合的汉字啊。就比如说325号汉字，加上2144号汉字，加上1828号汉字啊，差不多就这意思吧。那么这情况其实也就是外面的中国人塞进了这张字条，上面写着请你讲一个笑话吧。那过了一会儿呢，里面塞出了这张字条，上面写着我想起来一个气象员小王又惹大象生气的。那外面的中国人一看，哟，这很懂嘛，这屋里面的人很有梗哎。然后过了好多人啊，这个外面塞进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苟利国家生死以，那里面塞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起因祸福必须知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吧。总之过了好多人下来，屋外的中国人就断定这屋里面的人啊肯定是一个懂中文的人。而实际情况呢，屋里的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啊，他只是按照规则书的规则去无脑组合字条而已。那塞尔就说呢，这不就是所谓的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的情况吗？这屋里的美国人就相当于一台人工智能，这屋外的中国人和他聊天就相当于图灵测试，然后屋外的人误以为屋里的人很懂中文，这不就相当于误以为一台表现出各种功能状态的超级计算机具有人类一样的心灵吗？然而计算机只是在处理句法规则而已，它并不真正具有人类一样的心灵状态，因为它并不理解意义，就像屋里的美国人并不真正理解中文一样。这就是塞尔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啊。那塞尔本人呢，是反对多重可实现性的，他持一种所谓的生物自然主义的立场。就是说呢，人类特有的这种心灵现象啊，是脱离不开底层机制的，是人脑的一种生物属性，是必须由碳基的人类脑瓜生成才会有那味儿的啊。那就算你造出一台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呢，但它只能处理句法规则，却理解不了意义啊，就是没那味儿啊。这就大概相当于那个什么音响发烧友说的这个水电供电的音响和火电供电的音响，这听出来音质啊，这味儿就不一样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好，这就是对功能主义的批评啊，就是处在某种功能状态，却不对应于任何心灵状态。好，介绍完功能主义及其批评，下面我们来介绍属性二元论。关于意识和物质关系问题啊，或者说关于心声问题啊，我们之前也说了，最早挖坑的呢是17世纪的笛卡尔，他给出的解答呢是一种二元论的解答。按照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啊，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杂糅的方案，最终呢还是会导向唯心主义。那进入20世纪以后呢，心灵哲学界给出的主流方案呢，都是偏向物理主义的，包括我们之前介绍的负现象论啊、行为主义啊、同一论啊、消除论啊、功能主义啊，都是偏向物理主义的。学界现在已经很少有学者再退回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了。但是呢，这个心声问题啊，之所以直到今天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意识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吗？那如果物理主义能够把意识轻松解释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哲学问题直到今天还争论不休呢？对不对？那哲学家大卫·查尔摩斯啊，就把什么是意识这个问题啊，分为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两个层面啊。简单问题呢，也就是大脑是怎么构造的，脑神经是怎么搭线的，脑电波是怎么放电的啊。总之就是用物理主义的第三人称的科学语言能够描述清楚的事情啊。虽然啊，目前的脑科学啊、生物学啊、物理学啊发展有限，在技术上还没能完全解释得清楚，但在理论上，这些技术问题只是简单问题。而关于意识的困难问题是指我们为什么会有意识，以及我们具有的现象意识。而这个现象意识呢，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意识的主观体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对我们自己的意识具有感受和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呢，很难用语言描述的清楚。就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块红色，并不仅仅是什么红色的波长对我们的视觉神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刺激就能描述清楚的，我们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关于红色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用第三人称的科学描述说得清楚的。
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黑白玛丽乌论证里面提到的玛丽啊，当她走出屋外，亲眼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时候发出的那句我。对吧？人的意识现象不是简单的什么分子啊、原子啊、神经纤维就能解释清楚的啦。总之，意识问题很难的啦。所以笛卡尔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出一种二元论。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对意识现象的描述啊，肯定是和对物质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啦。对意识的描述要自成一体，所以才搞出了二元论嘛。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说回去啊，现在都2021年了，难不成咱们还是要退回到二元论或者说唯心主义那里去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呢，虽然笛卡尔式的那种实体二元论退不回去了，咱们还是可以选择一种属性二元论的。这种属性二元论既兼容了物理主义，又保持了意识现象一定的独立实存性。什么叫属性二元论呢？它和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看图说话啊。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认为，这世界上有两种实体，一种是物质实体，一种是精神实体，两者井水不犯河水。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言，精神实体的属性是思考。那么属性二元论是什么样的呢？属性二元论啊，其实是实体一元论的。属性二元论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实体，那就是物质实体。而在这一点上啊，属性二元论是物理主义的。但是呢，这个物质实体啊，会表现出两种属性，一种是物质方面的属性，另一种是精神方面的属性。所以属性二元论给心灵状态画的等号就是心灵状态等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属性，而且关键在于精神方面的属性是独立于物质方面的属性的。那怎么来理解精神方面的属性是独立于物质方面的属性而存在的呢？就比如说啊，一种典型的物理主义，就比如说同一论吧，他会认为只要物质的配置到位了，就比如说 C 神经纤维被激发了，那么心灵状态就必然是我感受到疼痛了，对不对？那物质决定意识嘛。但是属性二元论会问，你们这话是不是又说的太满了？会不会存在一种物质到位了，但是精神没到位的状态，对吧？又是老套路了。那么为了论证这一点呢，也就是论证精神属性是独立于物质属性的，查尔默斯呢就做了这么一个思想实验啊，也就是关于哲学僵尸的论证。什么叫哲学僵尸呢？哲学僵尸 philosophical zombie， 它不同于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僵尸啊。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僵尸，你一眼就能看出它和正常人有区别，但是哲学僵尸从行为表现上啊、身体构造上啊，它看不出和正常人有任何区别。其实啊，哲学僵尸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关于意识的简单问题方面，它和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啊。脑神经搭线都搭对了，脑电波也是走着表的。但是哲学僵尸和正常人唯一的区别就体现在意识的困难问题方面，也就是说，哲学僵尸没有主观的意识经验。就比如说有个哲学僵尸呢，他的名字叫做机器人小先生1号，他平时看起来呢也笑呵呵的，没事呢还主持个大问题的 negative 的视频节目传到网上，你要是给他一键3连呢，他也会表现出很开心的样子。但是呢，他并不是在内心深处真正感受到开心，他只是表现得很开心的样子。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是莫得感情的。你要是跑过去问他，夏先生，请问你是哲学僵尸吗？他肯定会表现出否认的样子。但是你说这是他故意要骗你吗？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吗？并不是，他连意识都没有，他还顾什么意？好，那么查尔默斯这时候就要问了，这种莫得意识经验，但在物理构造上和正常人一模一样的哲学僵尸，是不是在逻辑上可以设想，而不至于陷入矛盾的？好，既然在逻辑上是可以设想的，那么它就是可能存在的。那么只要它是可能存在的，那么物理主义把话说的那么满，说只要物质到位了，精神就会到位，就是错的。因此，精神属性就是独立于物质属性的，证明完毕。其实啊，属性二元论和功能主义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咱们之前在介绍功能主义的时候也说了，心灵这种软件啊，是随附于人的大脑这种硬件的。但是呢，它们之间并不是被绑定的关系，而是可多重实现的。那属性二元论者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啊，人的心灵这种精神属性呢，是随附于物质属性的，但是精神属性是不可还原为物质属性的。你们看啊，还是还原这个词啊，是典型的物理主义常用词汇，但是属性二元论者会拒绝使用这个词。咱们还是拿计算机来说事儿啊，学过计算机的同学知道啊，这个计算机是分层的，这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啊，它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个软件层面的东西呢，虽然是随附于硬件层面的，但是它不可还原到硬件层面的东西上面。就比如说呢，你在吃鸡游戏里面啊，用一把 AK47把对方给爆头了，但你说这个游戏界面里面的场景能在硬件层面找到一一对应的元件吗？你往下还原的话，就只能还原到 CPU 里面的晶体管了。你说这个晶体管里面到底是哪根线对应了这把 AK47呢？你是找不到的嘛。所以说，我们人的意识就如同软件一样，它是物质硬件表现出来的精神属性，但是不可还原为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好，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来了啊。既然这个精神属性啊是独立的，它不依赖于物质属性，那么问题在于，这精神属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属性二元论者的软肋啦。其他阵营的学者批评属性二元论的地方，大多集中在这里。对属性二元论的批评呢，就体现在
你们说精神属性不是由物质属性派生出来的，那么它是咋来的？你们没法用物理主义的方法或者说科学的方法说得清楚，似乎又回到了神神叨叨的唯心主义那里。那当然了，有些属性二元论者还是试图用能和自然科学兼容的语言来描述精神属性是咋来的。目前呢，主要有2种说法，一种是涌现论，一种是泛心论。各位来评一评有没有说服力啊？这个涌现论就是说啊，这个意识啊是整个人脑神经网络共同运作而涌现出来的产物。就是说呢，组成我们大脑的各个神经元是无意识的，但是如果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啪一下，很快啊，这个意识就涌现出来了。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涌现只是个事后描述啊，这具体是怎么涌现的？它有数学吗？可以人为的操作或者预测涌现现象吗？关于这个涌现的具体机制是什么，目前学界也没人说得清楚啊。当然啊，这个支持涌现论的学者会说啊，这个所谓说得清楚本身就是一种还原论的思路，讲究丁是丁，卯是卯，而我们涌现论就是反对还原论的。你们还妄想我们用还原论的话语说清楚涌现论？呸！我们才不上这个当。好，那么还有一种解释精神属性是怎么来的说法，就是泛心论。这个泛心论就说啊，就如同所有事物都具有物质属性一样，所有事物也都是有精神属性的。从宇宙初始，从有物质实体开始，万物在拥有物质属性的同时，也就拥有了心灵属性了。所以泛心论这么一说啊，就把这个精神属性是从哪儿来的问题给回答了，或者说把它给消解掉了，对吧？它是万物的固有属性嘛，我们也从来不会问万物的物质属性是从哪来的，对不对？同理呢，万物从一开始也就是自带心灵属性的，这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种心灵属性呢，不仅仅适用于生命对象，也适用于非生命的对象。就是说呢，不仅我们人类啊、动物啊有心灵属性，就比如说，一张桌子、一块石头也是有心灵属性的啊。这倒也不是说一块石头也是有意识的，但是至少也可以说啊，石头也是有着意识最初的微弱迹象的啊。这个精神属性呢，是和物质属性完全不同的属性，所以呢，就不要拿物质属性来解释精神属性，也就是没法简单的拿物理主义的语言来描述精神属性，对吧？这就是泛心论的逻辑。这个逻辑倒是挺清晰的啊，也和属性二元论的预设非常融贯。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呢，它和物理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太不兼容了，因而就还是同样的问题嘛，它就是说不清楚嘛。好，这就是对属性二元论的介绍。简单总结一下，这个属性二元论认为心灵状态等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属性，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为心灵的独立实存性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它的问题在于呢，虽然这个属性二元论努力的兼容物理主义，但是它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唯心主义因素在里面，因而呢，就还是有点笛卡尔的二元论那种隔空发功的意思在里边啊。好，这就是属性二元论的方案。关于意识和物质关系问题，或者说心生问题，我们今天介绍了7种方案，它们分别是实体二元论，它主张心灵状态是一种独立实在的实体。那第2种方案呢，是负现象论，它主张心灵状态是物质运动的负现象。那第3种方案呢，是行为主义，它主张把心灵状态翻译为行为倾向。第4种方案是同一论，它主张把心灵状态还原为大脑的活动。第5种方案呢，是消除论，它主张消除掉心灵状态这种由民间心理学造成的错觉。那第6种方案呢，是功能主义，它主张把心灵状态看作是可多重实现的功能状态或者说程序。第7种方案呢，是属性二元论，它主张心灵状态是物质实体的精神属性，并且是不可以还原为物质属性的。今天介绍的关于意识和物质关系问题的7种方案，你更认同哪一个呢？当然啊，关于意识和物质关系这个大问题啊，可供探讨的方案并不仅仅只有这7种啊。就比如说最近心灵哲学的发展呢，就会结合到欧陆现象学来探讨心生问题，还有的呢会结合到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哲学来探讨心生问题。当然了，关于这些方案在本期小节目中就略过了，一是因为超纲了，那第二呢，主要还是因为超时了啊。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这么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呢，基本上各种哲学学派都会牵涉到这个问题。今天介绍的一些方案，仅供各位朋友批评讨论。让我们回到这个大问题啊，显然呢，这个世界啊，它是物质的，这些物质呢，都是可以由日臻完善的现代科学描述清楚的。它们无非就是基本粒子在基本作用力下的基本运动，但同时，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是有心灵的，我们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内心是有感受的。当我们欣赏一幅美丽画作的时候，当我们回忆往昔童年的时候，当我们不可自拔地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此时此刻内心的感受，也是可以用诸如脑神经、放电、分子、原子、夸克来解释清楚的吗？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